没疯，我这是真的也想感受一下这虚念功的威力呀！虚念功第3重，真当自己是判官，能定我的生死？所有人都劝我不要入魔，可这石头却要逼我入魔。叶秉之，死！给我死！叶青，飞离，还好，只是断了几根经脉。你胆子也太大了！以你的体魄，妄用虚念功会让你的经脉断尽而亡的呀！好不容易偷偷练了些，要用一次才尽兴。爹爹，爹爹，你们是爱我，爹爹。错了，小子，你爹走火入魔了。现在只有我们才救得了他。我已经把体内的3重虚念功尽数传给他了。他什么时候能醒？3重虚念功呢，可不是一时半会儿就消化得了的。那你呢？若想要恢复到之前的状态，恐怕要个1年半载的吧。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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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了这是？这是没事吧？喘气儿呢，活着呢，没事吧？小伙子怎么了？好痛啊！粗鲁，你还不快让开！想死吗？这位小友，此行可是往北呀？关你何事？阁下是谁？为何要拦我们的路？在下是个读书人，一心想去这最北边的千里冰山、万里荒原去看一看，不知可否搭一搭你们的马车？这位小友，还有里面那位，可否愿意啊？不愿意。去！谁骂我？啊，算了算了，肯定是搞错了。这长相面貌和师傅说的大差不差呀，可是脾气却完全不一样。莫不是师傅他老人家又骗我？啊，算了算了，肯定是搞错了。我不和你们同行了啊！你们先走吧。走。就。脾气太重。就。哎，你看着点路啊你！
没教养，把人家衣服都弄脏了。粗鲁！你个狗娘养的，你就有教养？欠老娘1个月的酒钱，每次都赊你大爷呀！三娘，非也非也，我不是没钱付酒钱。你想啊，这酒一喝，钱一付，咱们俩这关系就断了。一想到这儿啊，我就心痛。呸！给钱了就不疼了。伙计们，给我打！三娘，我是个读书人啊，往死里打！咱们有话好好说，有话。慢着！这世间所有的动情，都是因为真心。三娘，我对你的真心，你为何就感受不到呢？感受你大爷！伙计，你练过呀？老板娘，这咋弄？啊！不会真死了吧？嘿嘿，没事儿。三娘，你还是关心我的吧？你看你那死样儿！其实真的挺痛的。哎，我名字里不带三，在家排行也不是老三。你为何见了我总是三娘三娘的叫？一双珍秀龙烟眉，比起花容胜3分，所以你叫三娘。你呀，总是文绉绉的，我也听不懂你说啥。因为我是个读书人嘛。没见过你这么邋遢的读书人。哎，不用。驾！这回总应该是了吧？这位先生，可否让一让？我们有急事。这位小友，此行可是往北啊？是倒是。在下是一介书生，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想去北边看看千里冰川、万里荒原，可惜没带盘缠。不知这位小友可否载我一程？我们去北方可不是游玩的，更可能有生死之危。先生若想同行，怕是不妥。嗨，妥的，找的就是你们这样的人。驾！三娘，我走了。嗨，记得下次回来把那酒钱补上。酒喝了钱未付，这缘分就断不了。走了，这。从此这世上又多了一个苦苦等我的女子。你是谁？
你小子就叫百里东君吧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当然知道，因为我的名字叫君玉，谦谦君子的君，温润如玉的玉。这个银锭足够你从这里到最北边。下去吧，这个马车你坐不得。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多谢啊。不过我还是觉得，坐在你们的马车上比较舒服一些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真的很没有耐心。东君，我觉得这位先生不像是坏人。就是，像我这般温润如玉的公子，哪里看得出来像坏人啊？还是姑娘明事理。到底有完没完？少年郎，你的戾气很重啊。学堂之人应该有君子之气，君子有喜气、怒气、霸气、秀气，甚至可以有杀气，但唯独不能有戾气。戾便是邪，一步之错，万劫不复啊！听先生所言，想必也是学堂之人。我曾受过学堂之书，却未曾进过学堂。那就可惜了，不然在天启城里，还有个女子痴痴地等着先生呢。别叫我先生，谦谦君子，温润如玉吧。你看你这身行头，哪里谦谦公子，哪里又温润如玉了？君子有形却忘形，心有玲珑便如玉。这位先生确实当得上一声君子，可至于这如玉，莫流啊！我心有浩然气，手是君子拳，奇门遁甲，何处奇何处遁啊？你到底是谁啊？我说过我叫君玉，诸葛无成，你还真是如你的名字一般一事无成。你为何会知道我的名字啊？哼！我和诸葛青山喝过酒，和诸葛柳花下过棋，走过诸葛洛的八卦阵，睡过诸葛云真正的鎏金床。你说我为何会知道你的名字？小师弟，现在我想使用一套剑法，可手上空空如也，缺了一柄好剑啊！什么？小师弟？你入门的时候难道没有拜过我的画像啊？倒是没有。这个老混蛋师傅竟然忘了。啊，算了，不和他计较了。我就是你们这一代的学堂大师兄。大师兄？你没搞错吧？不信，打过你就信了。不过这倒是师傅留下来的规矩。剑为何名？灵剑仙庄仙宫品剑，不染尘。剑不染尘，名字妙哉，配我的剑法。敢问师兄剑法为何名？君子剑。还真是位妙人。是啊，我们学堂的人不都是这样吗？哦，臭屁，自在，天下无双。君子有九思：视思明，听思聪，
色斯温，貌似恭，言思忠。血，血，血！这是血魔功，北阙禁术。五座使居然偷偷练了这个邪功。来呀，杀了我！这就是你的君子剑，太慢了。君子之仪，着实不雅。邪人握剑，何不染尘？君子怒则诸侯惧，君子隐则天下安。你呀，着实惹怒了一个君子。去死吧！我是学堂大师兄，是这天下间最接近先生的人。五座使死了。大鹏一日同风起，扶摇直上9万里。一个人怎么可以胸有如此豪情万丈，文笔却又如此秀美如画？师父啊，我真想去会一会你这位诗仙朋友啊。可惜呀，倒是有几分能耐，只可惜吓不住我。哎呀，许久没有出手了，可我的剑法还是一如既往的冠绝天下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大师兄，你要去哪儿？师傅让我来帮你一程，剩下的路你还是自己走吧。这茫茫人海，还有许多姑娘没有见过我，我得去见她们。此行无终点，他日难相见。二位，珍重。师兄不是要往北行吗？那千里荒原，万里冰川，不看了吗？等等我，咱们还是同行吧。还有说，你们此行一路往北，到底是为何呀？方才师伯遇到了我的妹妹，我们就是追他们而来的。他们带走了我最好的朋友。原来如此啊！刚才那辆马车中有一个人的气息非常微弱，好像是受了很严重的伤一样。哎呀，若是刚才我能拦住那辆马车，是不是此行就可提前结束了？是的。哎呀，悔之悔之啊！师兄，你说马车里的人气息很微弱。是啊，与其说是虚弱，倒不如说是快死了。他们不会让叶鼎之死的。这种情况只有2种可能，一种是他们在带走叶鼎之的时候，把他打成了重伤。虽然我与云哥多年未见，
但他的功力绝不可能在我之下，想把他打成重伤，应该不太可能。所以便有可能是第二种。东君，你还记得我们北阙寻找天生五脉之事吗？而叶鼎之就是另一个天生五脉。你是说，云哥已经练了虚念功？可这和虚弱有什么关系？自行修炼自然不会虚弱，怕是叶鼎之被人强行渡功了。强行渡功？北阙魂关中非离，表面上看上去玩世不恭，实则是个武疯子。他以凡体之躯强行修炼了3重虚念功。若是他将这些功力注入到叶鼎之体内，叶鼎之只需在经脉承受极限内，对这3重功力进行锻打，他便能获得非离所修的3重虚念功。奇哉妙哉呀！天下竟有此等可以渡功的武功。瑶儿，此行到天外天还需多久？日夜兼程，17日左右。师兄，拜托你一件事情，接下来的路怕是交由你来赶车了。我继续修炼着虚念功，虽然云哥的3重功力是白给的，但我也绝不能输给他。他练到第3重，那我也要入第3重。包在我身上。姑娘稍等，我这就回去禀报副都头，他一定会带着小殿下尽快赶到这里的。多谢。上次从天启城带走景玉王妃的也是他。看起来很普通啊。可就是这么一个看上去很普通的人，却是天外天的破关。他很厉害吗？北阙移民，甚至连我们白小堂都很难探到他的消息。你说他们为什么会对景玉王妃感兴趣？还如此大费周章地将他送走，然后又将他送回来。你想管这事儿？我在想，如果他在的话，会不会管？会。那我就不得不管了。可你现在是天启城的朱雀使。唉，在这座无趣的城市里待太久了，早就不想当什么朱雀使了。想走了？可你若是走了，弹琴的姑娘该怎么办？她应当是不喜欢我了吧？她若是不喜欢你，又怎么会天天等着你去听琴呢？哎呀，可能啊，因为我长得像她那位故人。她怎么来了？父亲，你走了就不该回来，无论什么原因。父亲，你为何就不肯放过女儿呢？我们一家世世代代侍奉萧氏皇族，在暗处已经很久了。如果你当时不走，你甚至有机会可以成为皇后。可是她不想成为皇后啊。朱雀使，易宗主。麻烦，你为什么让人告诉我这个消息啊？我不想管，我现在大小也是个将军，这种男情女爱的事儿，能不能别来烦我？我走了，当我没来过，也当我不知道。雷将军，方才义捕来过，那就让他们自个儿解决去吧。然后司空长风就进去了。以影宗和天启四守护的关系，若是真打起来，可就很难收场了。又来。天启城有了影宗，
现在又多了一个4守护，很显然，其中必定是多余一个。你不应该来管我的闲事，因为只要让我抓住机会，我就会杀了你。哼，这位啊，易姑娘，在下司空长风，是百里东军的师弟。你我2人虽然没有见过面，可当年我却为了你，差点死在了天启。叶鼎之呢，算是我半个朋友吧。倘若我今天袖手旁观的话，我那位小师兄啊，一定会跟我绝交的。你我虽素未谋面，你已经为我拼过1次命了，就不必再拼第2次了。这次可不一样了，这次我不是拼命，因为我再也不是当年那个谁都打不过的少年郎了。影宗自开国之时便奉命守卫皇族，守卫北离之主。虽说帮助陛下夺取帝位的也是我们，可我们终究是琅琊王的人，亲兄弟明算账。既然不是自己人，那就总是有理由的。你说，如果我们2者只能选一个，我们那位皇帝陛下会选谁？雷将军，现在动身去拦，还来得及。雷门精神指果然厉害。精神指，一指3场。刚才这一场叫不离，第2场叫不归。二公子，有个人也来了。雷，他可真会给自己找事啊！我才刚跟苏沐雨说过，不希望他们来呢。二公子，我们当真还有机会？有没有机会，就看有多少必死之心了。我还有第3场，唱精神。哎，我有个问题，是吗？你们江湖人都是这样一边打架一边给自己解说的吗？雷梦莎，你确实很厉害，只不过你一个人，抵得过我们联手吗？谁说是他一个？我是清歌公子洛轩。
子洛轩。你这家伙，你怎么也来了？只许你能来，我来不得。清歌公子，8公子中的雅公子，据说每次出现在人前，不是有雅乐相伴，就是有花瓣落雨。我一直认为那是夸张的说辞，没想到今日一看，这世上还竟然真的有这么做作的人啊！哼！愣着干嘛？走！想追，先过我这一关。不是，你什么意思呀？你要带我们去哪儿啊？西若寺，就在前边。叫什么？白东君，司空长风。怎么，现在探子取名字都这般讲究了吗？说吧，有什么消息没有？什么消息啊？你们不是老七派来柴桑城里的探子吗？当然是你们这段期间得到的消息啊。柳月和小黑另有任务，你先潜入柴桑城，等到了那里，自有我安排之人与你相见。那个雷大哥，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所以说，你还真就是脑子犯浑，想要闯出点名堂来。于是你从家里偷了一张地契，千里迢迢的跑到这儿来开酒肆卖酒的。哎，准确的说，我是酿酒师。而你，该不会就刚好真是无父无母，江湖浪人一个，恰好来到了柴桑城，而他能给你免费的酒喝，你就打打杂、吹吹水，白吃白喝的住下来了。你这样说，倒也没错，不过措辞能不能稍微委婉一点啊？苍天呐，我是不是脑子抽了？我还以为你们二位是老七派过来的知音，结果你们不过是个过路的。所以我为什么要浪费我的时间，浪费我好不容易伪装来的身份跑去救你们？我要疯！那个雷大哥，先别慌，也别难过。如果需要帮忙的话，我们二位可以帮。就你那三脚猫的功夫，你怎么帮？有人，怎么这么慢啊？是不是太久没打架，骨头都生锈了？你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。怎么跟师兄说话的，老六？那你说说，你怎么来了？不光是我来了。昌河，你怎么来了？路过了，所以来看。昌河，你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没意思。我见你干嘛要我过来看戏的？看戏？没错。我有预感，
这次这柴桑城里一定会有场好戏发生，说不定我还有机会见识到那群传说中的天之骄子们。哎，谢强。 所以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顾剑门怎么了？他不是马上就要成新郎官了吗？为什么你们一个个死去活来的？整个西南道一共有2大世家：柴桑城京前方的顾家和开阳城沐浴行的晏家。半个月前，顾大公子顾洛离于柴桑城300里开外的巴别城暴毙而亡。自此，整个顾家能够当家做主的只有2个人。 顾洛离的最小的叔父顾五爷，另一个，则是顾洛离的亲弟弟，也就是我们的老三，顾剑门。但司空长风都跟我说过了。他皇娘爷为哪里变出的这些东西？别问，问了就是做作。 顾洛离生死不到3日，顾五爷便仗着他叔父的身份，给他定了一门亲事。而这个亲家就是晏家千金，晏琉璃，就是今日在马车里的那位。他的兄长便是晏家的当家人，也就是与你在酒馆里喝酒的那位，晏别天。原来这门亲事是这么来的，也就是说，顾家大公子不是突然暴毙，而是晏家和顾五爷联手策划害死了他。 然后想通过这门亲事，彻底的控制失去当家人的顾家。可是这样一来，顾家不就成了晏家的囊中之物？这样做对顾五爷有什么好处啊？没想到啊！你这么个少年郎，竟然对这世间污秽的人心了解的挺深呐。对。 顾五爷虽然在顾家空有个叔父的名头，但他没有权，所以他心里早就不甘了。此事一成，若他成为家主，失去一个西南道第1的位置，又何妨呢？难怪这座城这么奇怪。也就是说，顾府附近，不，整个顾府都已经被晏家控制了。是几乎都被晏家给控制了，直到这位小白兄弟 出现在了龙首街，所以啊，对晏家而言，你很蹊跷。不蹊跷，一时兴起，一时兴起。我还有个事儿。你说。那边有个女鬼。 人被救走了，是属下无能。不怪你无能，北里八公子一次来了2，你们自然不是对手。你是从我这儿学了什么多嘴的臭毛病？明知道他是谁，你还调侃他啊？谁呀？ 晏小姐，清歌公子、卓墨公子，初次见面，幸会。啊，也不算是初次，护送你一路上，咱们见过很多次。你就是白日里在马车里的那个姑娘？你就是酒肆的小老板？还没死呢。我大人有大量，不跟你计较啊。老七与我说，他要邀请一位关键人物，我也是没想到。 请坐。不知晏姑娘是何意啊？为何白天还放任手下大杀一场，晚上却亲自跑过来和我们密会？好问题。因为我爱他。
你爱谁？我的天哪，多新鲜呐！你竟然真的爱顾剑门，所以你们燕家把顾洛离给杀了，就是为了让你顺理成章的嫁给顾剑门。是你疯了，还是整个燕家都疯了？我看是你疯了。你能不能闭嘴？你爱的，应该是前几日暴毙的顾家大公子顾洛离吧？看来是我猜对了。是的，我爱的是顾洛离，但没人知道，我兄长要借我的婚姻，从而控制整个顾家。他杀了我爱的人，还想拿我当棋子来设局。所以，你是故意入的局，为的是破局。是的，婚礼那日，我是绝对不会嫁给顾剑门的。我要嫁的，只会是顾洛离。恕我直言啊，他已经死了。死了又如何呢？我还是爱他呀。燕小姐，你需要我们怎么帮助你呢？抢亲。抢亲？不久之后，你们的兄弟会去劫一样很重要的东西，你们就带着那个东西来抢亲，然后做好杀人的准备。对了，你们要记住，下棋的从来就不是我的兄长，而是我。恕我直言，有点变态。一个心里全是怨恨的女人能有多正常？对了，我的直觉告诉我，我兄长身后还有其他势力，一股更强大的势力。什么？你要去抢亲？李大哥昨日不是去寻找合适的人选了吗？世间人人都识得北篱八公子，你们不宜亲自出面。至于其他的人选，能帮忙且愿意帮忙的人又屈指可数。更何况，也不好让无辜之人平白的卷入这场纷争。既如此，那不如让我试试。掌柜的，为什么？我确实之前是想过找你们帮忙的，我甚至连说服你们的理由都已经想好了。但是就像你说的，我确实还没有下定决心，把一些无辜之人卷入其中。可无论我想与不想，我都已经卷入了呀。我想听的是你真正的想法。名扬天下。什么？我想名扬天下。顾先生，有客至，可愿相迎？迎。
情友之间，当以情因治好。先生以为如何？是仙子。哎。 我以为只是一个贵客，没想到是来自天外天的贵客。先生认得我？你的眼睛和你的母亲很像。原来是家母故人，那还请先生助我们北阙一臂之力。我知道姑娘此行的目的，可我已不问世事。 你还是请回吧。仙子姐姐在看我。托儿，该醒醒了。我感觉我要醉倒在这王眼眸中了。傻孩子，真给为师丢人。 仙子姐姐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不如你先回答我吧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东君。东君。东君柯佩深烂山，青玉过石拂柳端。不信蓬莱千万里，春风还未过人间。 真是个极好的名字啊！东君柯佩深烂山，青玉过石拂柳端。仙子姐姐，你要走了吗？你还没告诉我你的名字，以后我要怎么去找你啊？不如我来找你吧。等哪日你名扬天下，世上谁都知道你在何处之时，我便来找你。 果真是个少年啊！确定不是在嘲笑我吗？不，我是在夸赞你。他这是在阴阳怪气的说我，他脑子有病。讲真的，你为什么会觉得抢了这次亲就能够名扬天下呢？因为这不是门普通的亲啊，正如燕姑娘昨日所说。 这门亲事乃西南道的登基大典，既然我已经得罪了燕家，靠着酿酒混入婚宴扬名的办法已然是行不通了，那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堂堂正正的抢了他这门婚事，到时候宾客满座，看我如神兵一般从天而降，无一不为我英勇的身姿所折服。掌柜的，过了。哦。 原来你小子是为了女人啊？那又怎么样？不是你就没想过吗？如果你为的这个女人知道你去抢了别人的亲，她不生气？怕什么？有你们北篱八公子作证，你们不是都去吗？我这可是为了生死义气。去吧。不去吗？应该去吧。 我们家新出了几个菜，尝尝。小姐，是我。静。小姐，什么消息？燕家那边同意我们的要求，为表合作诚意，会将那样东西送到我们指定的地点。有了那样东西，一旦我们将燕家扶上尊位，西南道 便尽在我们掌控。
闪开！不闪。来者何人？你可知我乃西南道燕家之人，得罪我们，可有想过下场？巧了，我们找的就是燕家的人。告诉他们，留下东西，饶他们不死。听到了吗？我家公子说了，西南道燕家算个屁呀！留下马车里的东西，饶你们不死。前半句，我可没说。我知道公子你肯定想这么说。好大的口气！你家公子倒是何人？我家公子可是……废话那么多干什么？上去揍他们！公子，你让我说完，听到没有？我家公子说不和你们废话，让我揍你们！欺人太甚！借光！公子！公子点灯美人陪，杀人放火金腰带。你是8大公子中的柳月，传说你容貌绝代，因此特别讨厌别人看你的脸，故而出行必在轿中，能不露面就不露面。今日一见，果然如此。公子，怎么办？被人看出来。早说了，做人不要这么讲究，这件事也太明显了。我也不想让别人认出我的身份，但别人一下就知道了。看来我是真的很勇。也是，没错，我们就是被公子榜评为容颜绝代的柳月公子。是我，不是我们。那老子就来会会你8大公子。不堪一击呀！还不出来帮忙吗？很美的一把剑，是吗？那可配得上绝代的柳月公子。人非剑气，如何混为一谈？敢问剑主何名？白发仙。有趣的名字。我这把剑以美扬名，若是这把美剑可以杀死大名鼎鼎的柳月公子，是不是也很有趣啊？你有信心杀我？有些难度，不过我想试一试。很多人都想试一试，但我依然坐在这里。是吗？
子，又来了许多人。感觉到了，轻敌了。在杀你之前，我有一个不情之请。说。我想看看你的脸。世人以白为美，唯他通体着黑；世人尚美宠美，唯他爱丑怨丑。你是莫尘公子，莫小黑。哎，我问你，你说这次抢亲危险不危险？当然危险。要我说，你就不该去抢这个亲。那自然就是了，总要有一些准备，给自己留个后手。哎，我看燕姑娘也有几分姿色，真没法和你那仙子姐姐相比。我可不是什么随便的人，知道什么是一往情深吗？哎，你有喜欢的人吗？我，哼，我可不喜欢情情爱爱。啊什么？你没事吧？哎，你干嘛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你跑什么呀？你不正常。我只是说我不喜欢那些矫情的爱来爱去，就像我师傅一样，一点也不自在。你师傅？对啊，我师傅，就是将这个银月枪传给我的人。好吧，其实他也不算是我师傅。我遇见他的时候，他已经快不行了，浑身长满烂疮，躺在一个废弃的道观口等死。那可是追虚枪林9，却落到这般境地。后来我救了他，他教了我5日枪法。然后呢？然后5天之后他就死了。临死前，他让我把他的骨灰带回他的家乡。他跟我说，他曾经在那儿有一个很深爱的女人。那个女子呢，每日清晨都会在湖边梳头。他当时只是个穷小子，而那个女子却是镇上最美丽的女子。于是，他下了狠心，拿起枪便去闯荡江湖。只是这一入江湖，便是整整的30年。30年？那女子早该嫁人了吧？在他离开后的第3年，那女子便嫁人了。他甚至都不会记得，曾经有那样一位少年，每日早早起来练枪，只为了看他夜梳头的样子。你师傅也是个了不起的人呢。了不起吗？或许吧。你看啊，这就是江湖。所谓的情啊爱啊，根本就没有。人生苦短，何必给自己找累手呢？司空长风啊，你说你是个江湖浪客，一杆长枪，一壶烈酒，浪迹江湖。请问你浪迹的是哪个江湖啊？江河湖海的那个江湖？那只能叫浮水，怎么算得上是浪迹江湖呢？哦，原来是有人的那个江湖啊。对啊，既然有人，那便会有7情6欲，那情和爱便会是理所当然。也正因为有情、有义、有英雄、有美人，江湖才会如此动人。就当我说不过你。之前你说你快要死了，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只有15岁之后的记忆了，在之前的事情我就记不清了。但练了枪之后，有了武术功底，发现自己的心脉早已严重受损，没有几日好活了。白同学，要不我替你去抢亲吧？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不，我要自己去。名扬天下真的有这么重要吗？为什么他一定要让你名扬天下呢？这个嘛，我也不知道。
可能是因为我长了一张看上去就能名扬天下的脸，或者说是我天生骨骼清奇，是个百年难得一遇的绝世英才。没错，就是这样。你什么意思啊？看不起我？四顾朝歌。干嘛？你放心，我是不会死的，你也不会死的。我知道一个人医术很高明，等我们抢完签，我带你去看病。谁要担心你啊？还有，以后少说大话。走了走了。哎，你等等我呀！不过你今天跟我讲的故事，倒是给了我很多启发呀，让我更加坚信了我做的没错。什么意思啊？我得抓紧时间了呀，不然我心爱的姑娘或许也要嫁人了。虞姬，季轩，怎么样了？东西丢了，也不知那柳月从哪里来的。他一个人来就罢了，还有，那传闻中跟他不对付的莫小黑也来了。那你……我撤得及时，没什么大碍。只是那东西……他们带着他走不远的。我们赶紧回柴桑城，提早做准备。好。也不知他要这个东西，想玩出什么花样来。看出什么了？不错，不错。什么不错？你来了，很不错。我来之前，老七可没告诉我，要救的人是你。这就叫做冥冥之中，天注定。走吧，方才那个人不是西南道的，看来燕家的背后还有另一股势力。天下第一的美公子与丑公子，还真是有趣的联手。看来他们已经迫不及待了。二公子，明日我可以穿白衣吗？恐怕不允。婚礼之上，应当穿红衣。只有参加葬礼，才穿白衣的。可谁又知道，明天是婚礼还是葬礼呢？